Hello， 你穿的好厚啊。对啊，冷不冷啊？遇到了我的同类，另外一个小鱼。是的，走吧，我们上车。来。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会新增一个环节，有个初印象和新印象。就是双方在见面之后，在不给对方看前提下，先写下对彼此的初印象。然后等我们相处小半天之后，再写下对彼此的现印象，然后最后再揭晓，好不好？可以，只要备忘录就可以了。好了 ，OK， 我好了。然后我们不如开场先把场子热起来，玩一个交换身份游戏，小游戏好不好？可以啊。换你来踩我。我来踩你。对，就是你对从营销号角度来看待这个行业或艺人一些问题啊，再比如说你对营销号这个职业本身有啥想问的，通通都可以问。我现在就随时可以问了。对呀、从你做营销号的角度来看哈，你觉得这个行业什么时候会好起来？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不是因为太简单的问题对你来说没有难度，你知道吗？因为我也在做，我身处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想说他能不能就是真的坚持到好的那一天到来？虽然我知道很难，对，就是很难，但是还是想听一下你自己的角度。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对于你们，就是这种定位，就偏偶像类定位的艺人，其实这2年确实不太友好，你自己能感受到，包括平时出去接一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然后包括今年年底，其实上了2档打歌节目。就是好像大家又觉得看到希望了，又觉得有打歌节目了，就是起码能给你们一个舞台或者怎样。目前播出来之后，那个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大家所有那个预期。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目前国内整个对于偶像这个体系就不是特别的明细或明朗，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划或怎样，就是你一出来之后，或者说你参加完节目之后，签完公司之后，好像就也不能说把你扔那不管，就是反正是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规划，然后没有让你去干嘛或怎样。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体系如果不完整的话，依旧会就是你们在这行业发展会不是那么的容易吧？明白。而且从你的角度讲，还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自己身处这个行业，自己本身身处这个行业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很多客观的角度。因为你昨天不是看了很多我的就是刷了很多我的东西，然后呢，你觉得我的缺点跟我的优点跟我的发展空间在哪里？我先说好的点吧。先说不好的点吧，不行，我受不了。你先说不好的。不好点还没想到，先让我说好点。业务能力能说吗？我其实之前对你业务能力了解不是特别多啊。是姚哥那天给我发了个微信，发的是你应该是杭州见面会上跳那个 Keep Running，应该是那个舞。然后我就觉得是真的很棒。姚哥说你看看，我说我看完了，我说我要发。我以前知道你唱歌是很不错了，我不知道你就是在跳舞方面也是就是会超出我的预期那种。天，我业务能力被认可了。然后不好的真的需要。我觉得你始终给自己压力太过于，就是你给自己身上担子或压力过于大，然后导致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自信。我觉得会有，我觉得有。对，我觉得有不自信的地方，包括我看你那个恋人心跳舞台，你唱应该是那个闪亮星光嘛？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你，其实我觉得你是有紧张在身上的，包括最后那个动作的设计干嘛，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完美。对，以前我会很害怕，是不是因为我特别不自信，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紧张？但后面发现，其实你里面其实带着很多兴奋。但你说不自信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做得很好。就比如说你说唱歌，那你要看比赛，对吧？因为我自己是主唱，比如我看到了很多远哥、张远，然后再看到了那个虎哥、路虎，就他们的现场我也有看到过。然后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自己唱的还是有差距，是吗？有差距，真的有。但是年龄和阅历摆在那儿，你要知道，就是无论是远哥、虎哥，其实他们是经历了要比你多至少很长时间的磨练和这些东西。但你要说年轻的哈，我随便举一个例子，陈乐一，我听过他的歌，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已知的00后里面唱的歌唱得非常好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所以我会觉得那人家这么小也能唱得很好，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你越这样想就会导致你心里那个。我是一个习惯性会给自己压力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人做得很好，至少我觉得你得做到同龄人里面相对来说啊，至少你也得中上吧，你也总不能。但是我听完你的歌之后，我觉得你其实目前我们不能说上，但是我觉得中其实是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水平的了。差不多。而且我编导昨天他是第一次听你的歌曲，听那个就是你新歌那个不声不响。我听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立刻把那首歌加入到了收藏歌单当中。我觉得你越不自信，你上台之后就会越有一种给人那种感觉在。对，就是你看得出来，就说明还是有。对吧？我至少要做到让你看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是发展空间。发展空间啊，虽然现在内娱舞台确实很少，实话，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你一些你的实力啊？比如说，能不能多开巡演啊？比如说今年可能因为有一些人确实在巡演上的一些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确实大家看到之后会逐渐开始听你的歌，或者说逐渐开始看你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明白，就多一点线下，多一点舞台。来吧，我们刚车上聊了些有的没的，轻松愉快。我聊你的新歌好不好？聊我的新歌可以。是因为我昨天听完不声不响之后，会比较感触。因为你每一首歌除了你写那些梦想关于你人生经历那首歌外，其他歌给我感觉都是好 emo 啊，好伤。我说于庚寅为什么年纪不大经历了这么多？但其实说实话，我录音的时候，我的监棚老师就是我会找就是肯定稍微比我年纪大一点，或者他对于歌词理解的深度会更深一点的老师。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老师，你看完这个歌词，你觉得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听完，你会有点代入是吗？我会代入，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就很容易被他带动。你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找到那种情感的是吗？对，我就必须在录音之前，我一定要让自己进入一个。至少相对来说是这首歌的味道，我自己理解的这个情绪，我才会开始录。但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种讲述的，就是娓娓道来这种讲述感觉，就会让我代入感很强。这也是前辈教的好，就是你唱歌可能尽量像讲话一样，在讲故事一样的感觉。对。刚刚既然提到了故事嘛，那我们能不能尝试用你新歌，来编个100到200字左右小故事？因为说实话，我特别不是会编故事的人。你试一试嘛。要不要播一下这首歌啊？我放歌，你找到灵感好不好？好，来吧。今天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天，现在呢应该是时间下午4点钟，感觉天要暗了。然后有一个人走在街上，他突然想起了他上学的那个时期，上学时期应该离他蛮久的了，大概10年了。然后他现在其实是今天自己跟老板说我要辞职了，所以他4点走了。他走在街上，他不知道该去哪，他不知道自己这10年来做的东西，做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对的，他不知道，他一直在问自己。看到他走着走着，看到太阳落下的那一刻，他哭了。我印象很深刻，他应该是笑着哭的。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为什么做了10年之后，才来问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对的？这时，小鱼遇到了这个人，我很想问他一句话，我想跟他说，你为什么会跟自己说10年之后才想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我会想问他一个问题，你的初心是什么？
然后他笑了，他拿着他手上的公文包往天上一扔。我喜欢唱歌，我说那你就唱啊，大声的唱。他说我喜欢跳舞，我说那你就跳啊，你就大力跳。他说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想为自己活一天。我说那你就干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终将会被时间一点点遗忘。好善胜过好句时红了眼眶，所以你不用哭了。我觉得今天至少在你这辈子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不用为谁而活，你也不用为任何人任何事情而烦恼。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开心的，那你就去做。然后小鱼说完这些话，他走了。他告诉自己，有些事情不要勉强，也不要逞强，自己的人生自己过，过完了就安安静静的离场。对，这个故事结束了。你开始之前和我说你不会讲故事，然后你开始之后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在看前方，但我眼前都有那个画面，你知道吗？我眼前画面一面一面向我拂过。然后当你讲到小鱼就是出现的时候，然后讲那些东西之后，我身上就开始起鸡皮疙瘩了。今天我也不知道我能讲出这些，我觉得就是我感受完这首歌之后，我现在当下的状态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我其实很想问问，那个人是小鱼吗？那两个人都是小鱼。那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你生活中一种常态啊？就是当你会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或迷茫的时候，就会这样来开导或疏导自己呢？对，我习惯性我不是一个会把很多东西跟别人输出说啊，我现在有什么烦恼，我必须当下得解决。我更多的是处于自我消化的。因为我总是看到你就是会很安慰别人，会很贴心别人一面，但是很少看你会自己。就是哪怕面对镜头啊，或干嘛会倾诉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我觉得刚好就是我讲到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像我自己内心世界吧。我觉得很多人的内心世界都是这样的。其实也是我一个常态了，倒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不甘心，可能会有一些不甘心在我心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种感受啊？我太懂了，不甘心我可太懂了。对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没有那么不甘心了。就像我一开始讲啊，可能我写那个快歌，然后其实都挺冲的，然后也觉得自己很不甘心，又觉得自己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但我后面慢慢的就是觉得很多事情不一定要追求结果，因为如果你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你只看结果的话，你会慢慢的结果导向，然后我只追求结果，那你会忘记你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原本应该开始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甚至会变形。好，我就说那最后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呢？它可能并不是，跟你的初心完全觉得是不一样的。我们歌曲部分其实谈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来复盘一下你去年好不好？好，来复盘一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经纪人就是在你那期节目里给了你一个计划表，你还记得不？啊，我知道2022年的规划。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好不好？不是你们工作做这么细的？对啊，我为啥说昨天看过你所有的东西？我就是要这个问题确实是你是第一个问我的。首先是专业能力，今年唱跳是不是还是比较就都是舞台？对，但自己出的唱跳歌没有。其实专业能力上可以总结为你其实今年唱跳舞台偏少。对啊，学习上呢？我觉得今年2022年，我觉得学习更多的是综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以前是一个特别闷的人。对，我就是觉得你刚提到综艺，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你以前综艺感，包括你社交方面是没有那么的都不好强，不是特别好，都不好，就不是特别好，是都不好。然后我也自己跟我自己的团队说，我说，哎，我上了《闪亮的日子》之后，发现自己的性格慢慢打开了。对，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孤僻就的人，很安静，然后也不太愿意说啥。就是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今年我觉得最大就是学习到学习来的东西。真的是在边录的过程中边学习，跟这些人社交，然后跟他们怎么沟通，或者说怎么可以跟他们打在一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团队，我们当时写了什么？团队指我们这些人，我们挣大钱，挣大钱啊，对啊，没有完成，没有完成，这个是完成度最高、最低的一个。我觉得今年其实大家都还蛮难的，然后呢，我的团队也吃了不少苦。明年希望团队真的是能稍微好。其实说到赚大钱，你采访节目里频繁提到，你其实前2年啊，经济上是会有些压力的，甚至会有些入不敷出的。我其实想知道今年有好转吗？前2年是入不敷出，现在叫做损益平衡。就是刚刚好能算是支撑住你现在的东西，是对吗？，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但是这个阶段我也要面临很多不一样的问题，可能是更大的难题。比如说有什么难题呢？比如说我以前做一首歌，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我生活成本可能都成问题。我真的很难去做一首歌，我自己要赚钱的话，然后到了现在至少就是，你出的每一个月一首歌多了。对吧？因为你是希望自己有歌曲让更多人听见，但你就会不断的发歌，不断的产出，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成本的。我特别明白。对，所以每一首歌这些成本其实是不是需要你用其他方面来贴补你做歌的成本？对的。这其实就是我现在做节目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需要我用我平时接广告的钱来贴补我这个节目是完全不挣钱不盈利的。但是你又想坚持做下去，就跟我想我做音乐对，因为我想做点我喜欢的事儿。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想知道你就是现在算是结束那个入不敷出了时代了吧？不知道会不会再次进入？没有，就是我觉得是阶段性的问题。但我如果之前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那我可能觉得这个阶段我会更难，因为我知道那个阶段了之后，我知道生活很不容易。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我有很多其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自己的生活成本也一定要控制好。不能比之前好太多，就是跟之前差不多就行。因为你之前说自己是一个花钱对前面啥概念人，有一说一，现在慢慢稍微有点概念了。对，就是我觉得能不花的钱就尽量不花，就是希望把这些钱用在对的地方。对，有遗憾吗？结果今年最大遗憾就是线下发了很多的歌，我真的很希望现场可以唱给他们听。因为刚上也说了，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现场跟录音绝对不是一种感觉，它真的不一样。我跟他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如果你不来现场，你都不知道这首歌可能它当下它在现场的魅力是什么。那我待会儿一定要现场好好听一听于公英唱歌。哎呀，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最可惜的点，就是不是客套话，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原因。最遗憾的点，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因为前几年采访总是会提到说于更寅和其他人相比，或者说这样或那样，我觉得你虽然说可能不会特别在意，但是那个落差感还是会有的吧？啊，我现在也不在意。就别人哪里对比，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标准门槛，或者说大家就是想看一些这样的东西。对。那对于我来说，今天你不管是拿我跟谁对比，对我来说我不影响，我就是我到现在我只是按我自己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做，所以我没有存在所谓的落差感。我现在可能看得更开了吧，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是往好的走的。但其实我昨天去刷你抖音，因为我是营销号，我比较看重数据啊。我是会发现你其实去年从营里出来之后，那半年数据其实特别好。然后今年其实数据也不能说不好，但是相比去年肯定是没有去年数据那么好。当然。然后但是我又觉得你是经历过那种很低的低谷。同时我不是说你经历过高峰，但是你站在就是也站在过半山腰上看过半山腰的风景，可以这么说吧？对，站了一小会儿。就是然后你再次遇到这种可能数据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你是会有一定的感触吗？你会比之前更知道此刻这个阶段你该做什么。就是之前可能就是我很迷茫，虽然我在坚持，但是我很迷茫，我没有具象，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要坚持把我的业务能力往上提升。然后经历过创之后，然后好像感觉是稍微好一点了，然后又慢慢往下掉的时候，但是在慢慢往下掉的这个过程，我都很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我也知道我就是得稳扎稳打，在这种阶段，就是你有好的时候，你又必须得几年沉淀之后，再迎来下一个高峰，你再继续沉淀。只能说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沉淀比我之前的那个沉淀要更清晰了，清晰了，对，会更清晰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而不是迷茫的状态。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更享受这个过程的，以前是我看那个结果好像在这，但又不知道在那，但是我的过程很煎熬。但现在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结果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我没有关系，我知道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们最后了，聊聊未来好不好？好，你有想过自己30岁什么样子吗？说实话没想过。哎，我会经常想，真的就是我会想30岁我到底还干不干这一行了？我30岁了，我要面对的是10几岁可能追星的一些孩子们或怎样，我的受众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而我在变老，我偶尔会这样想。确实。我也快跟不上了，我是2级少年。对，你是真的2级少年。我是真的2级。你现在想想你30岁会什么样子？你想象一下。我想一下，我希望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人心情很这个？我觉得还是希望有一首歌可以让大家听到吧。觉得3年刚好再沉淀3年，如果有一首歌是可以，哇，不行，再沉淀团队会杀人。再沉淀3年，你想干什么？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期望是这样，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还是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创作也好，包括你自己的能力、你的业务能力也好，都要做一个更好的提升吧。那我问一个不太恰时宜的问题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掐死你！你都不恰时宜，那就不要，不合适，你掐死你。OK， 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开头有个现印象和初印象和现印象？我们先把现印象写的公布好不好？好，现印象直接说就好了，是一个道理。那你先说初印象吧。我的初印象是，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害羞的人，反正看起来没有我色年。是真的，因为我是害怕艺人就是嗨不起来，我就努力让自己可能会变得稍微可能会社牛一点点，然后把气氛能稍微带动一点。我确实是这样的，非常懂。然后现在现印象，然后我先说你初印象吧，很治愈，就是你的笑容也很治愈，然后就是整体感觉很舒服。初印象写了这么多。对啊，你要检查一下了吗？烦死了。我的现印象啊。我感觉你跟我好像。对，因为我昨天就为啥我看你片子，为啥一直在和编导说，我就觉得我们俩好多，当然不在一个圈子里，但是好多经历，包括好多东西，我感觉我们俩是有点。我觉得性格也很像。对。然后也是那种，就还是会想着去照顾别人情绪的那种人。虽然这种人很累啊，这种人。你累吗？我有时候也挺累的，只是我现在相对来说，我可能做到尽量就是，我的团队里面的人，我就尽量不用太照顾你们的情绪了。因为我其实想告诉你是，我觉得你也不大，你其实也不能说小孩有点夸张了，但是我其实觉得有时候没必要让自己太累这么累。我是觉得，我也很痛恨太照顾别人感受。我觉得你就是让自己，我觉得自己开心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和基本吧。我觉得是这个。但是现在慢慢在过渡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包括我的团队也非常的就是包容我，所以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可能会更多释放自己更内心的一面。对，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很多面可以。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快乐。对。就是快乐。我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但没好意思问出来啊。先提到这儿了，我想问你，2022年过得快乐吗？相对快乐吧。其实犹豫一下，其实就说明不是那么的。你刚刚说完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说，我2021年特别快乐。你确实相对于自己啊，你2021跟2022你会有一点点落差感。因为2021年说实话也挺顺的，刚出来挺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都蛮好的。对，就会很开心，非常快乐。然后到2022年就是，但是没办法，我知道这个阶段是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能一直这样。那真的就叫梦了啊！所以我觉得，2022年相对快乐吧。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还是自己的业务能力自己的原创还是做出了点东西的。我觉得还是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对。我对你现象其实会让我有点点心疼，就像我刚才说嘛，你有点过于的太照顾别人感受或怎样，之后就其实会让自己变得没有那么的开心快乐。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只有24小时的时间，
你要照顾别人情绪，你其实把这个时间花在别人身上啊。对那就多花一点在自己身上，就可能稍微会更好一点。所以我新的一年其实想祝你快乐，祝你健康，好不好？好，2023年对祝我开心，祝我快乐。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有个留言本环节，就是往留言本上随便写些东西，然后我们可能过几年再回过来看，好不好？哎，我先展示吧，你们先这样看。好，好了，我第一个立的是一个 flag， 3年后2位小于30而立，再来一次采访，我想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定要赴约啊！30，一定赴约如果我还做这行的话，我说的话我就一定会做到。好，如果我还在这行的话，对，如果你也还在做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对，然后3年后拿着收藏量999万加的歌曲来你这唱歌。好，然后第3个，祝这3年的我们都健康快乐，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健康和快乐，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然后3年后才能相见。对的，所以就是这3个，好吗？那我们今天就收吧。好的，待会儿期待你唱歌环节啊。好。有时难免会遇到挫折，会心伤。年少的期盼，有梦就去闯，哪怕前方困难阻挡，不迷失方向。每一份梦想都值得，每一个种子都结果。渺小的我有大大的力量，穿过风雨，迎接明天太阳。也曾有过失落难挨，也曾想过放弃重来。我付出所有等待，未来期待。那少年的你散发着希望的光。Really， 那希望的光。Really， 那希望的光。渴望的夕阳，那一抹温暖的光，曾印在你摇过的脸上，融化冰雪锋芒，拨开了迷雾飞扬。每一份梦想都值得，每一颗种子都结果。渺小的我有大大的力量，穿过风雨，迎接明天太阳。也曾有过失落难挨，也曾想过放弃重来。我付出所有等待，未来期待。那少年的你散发着希望的光，你永远都是最闪亮的那颗星光。
谢谢。